大二频道云大吉。军浦市是韩国京畿道中部的一个自治市，1989年建市，名称呢是来源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在这里负责前线军人的伙食，故名军保。后经过调整呢，现在叫军浦。军浦和安阳市、义王市相邻，在10多年前，这里发生过一系列的极端事件。一个叫金允哲的男子让3个地区的女性陷入极度恐慌。今天我就带你回忆一下发生在那里的故事，再把时间拉回到2006年。2006年5月15日晚上，25岁的金允哲开着自己的起亚牌索兰托汽车缓慢行进，在街上四处张望，寻找自己的猎物。11点50分左右，看到了一位落单女性，她就是住在安阳市的22岁公司职员尹某。这天难得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到很晚才回家。金允哲在车上发现他的状态看上去好像喝醉了所以就把车开到了前面，等着尹某从后面走过来。当尹某靠近自己车的时候，他摇下车窗，很自然地进行搭讪：“小姐，你是要去哪里啊？看起来是喝醉了我送你上车吧。”那作为独行的女性本来应该是保持警惕并表示拒绝的，但是或许是因为金允哲的形象让她的判断就产生了错误。金允哲是一身笔挺的西装和干净的面庞，那看起来人畜无害，而且说话的态度非常的真诚这竟让他显得很绅士所以尹某是毫无疑心的就坐上了金允哲的车，还连声说着感谢。但是金允哲的索兰托并没有开往尹某的目的地，而是朝着反方向驶去。那当然呢，醉意朦胧的尹某是起初并没有察觉。那两人正在车上聊着，尹某突然察觉到了异常所以就马上呢要求下车。这时的金允哲直接掏出了匕首进行威胁然后将车呢开到了军浦市金井站的一条后街，停下车之后继续用刀威胁尹某那最终呢是实施了性暴力。在发泄完自己的兽欲之后，开始抢夺对方的财物，拿走了尹某的手提袋、手机和银行卡，并得到了密码。但是这个金允哲呢，知道对方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脸，那如果对方报警的话，对自己非常的不利，就决定灭口他用车上的那个尼龙绳把尹某的手脚给捆住，然后用胶带将尹某的脸呢缠了数十次导致对方窒息而死。那从尹某上车地点到金井站的后街呢，距离只有10分钟的路程，没走太远了。金井站周边也是金允哲经常出入的地方，这非常缜密熟练地进行了犯罪。然而这竟然是金允哲的第一次作案。那实际上受害者尹某被控制在车上的时候那多次偷偷打给自己的男朋友和拨打112报警电话，短则3秒，长则10秒左右。但是男友呢已经睡着，警方接通后他也不敢说话，所以就没能得到任何帮助。从绑架到杀害呢，不到2个小时。第一次作案的金允哲就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遗体该怎么处理？那金允哲在凌晨后的军浦市继续开车逛了1个多小时，结果还是回到了原点在金井站后面的车站和道路之间发现了一个墙缝，就把尹某的遗体扔到了这个缝隙之间。他推测即使发现了自己呢，也没有被抓的危险因为大概率也不会知道是他干的就像很多初次犯罪的案犯一样。事发之后总是会感觉哪里不妥又想知道事情有没有败露，所以他也会回到案发现场进行查看，直到他突然反应过来，那死者身上必然会留有自己的 DNA， 再把他从墙缝里拿出来非常困难，而且容易被发现，所以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尹某在失踪5天后的5月20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有人发现军浦金井站那个地铁防护墙着火了。接到火灾报警后呢，消防员赶到现场，结果却看到了一具已经被烧到难用肉眼确认身份的遗体。没错金允哲为了完全消除自己的 DNA， 采用了彻底破坏的方法。那这种行为也是把案件的恶劣性质又是上升了一个等级。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对遗体进行了科学鉴定了，最终是用牙齿和死者生前的牙科医疗记录进行比对，确认死者就是失踪的尹某。那警方在事发现场周围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并对尹某周围的人进行了询问调查，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和证据。侦查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因为尹某和金允哲呢，根本就不认识2个人是偶然相遇那周围的人也不可能知道什么。那凶手随机作案所以很难找到关键线索。
那金允哲在杀害并遗弃尹某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17日，用尹某的信用卡分13次提取了284万韩元的现金，然后其中100万韩元给了自己的女朋友，还有70万韩元作为自己车辆的分期付款费用。他在取钱的时候故意选在了流动人口较多的山本站内的这个自动取款机操作。虽然安装了监控摄像，但是没有正常运行，所以警方只能看到他取走的数额和操作的 ATM 机。如果这里真的有监控摄像的话，及时捕捉到金允哲，那这个事件呢，或许也就到此结束了，受害者的人数也就不会增加。那几周后的6月9日，警方又接到了一位20岁年轻女性的失踪报告。第二个受害者是在义王市居住的20岁大学生金某啊，他是从山本站回家途中消失的。这时候金允哲也是一样啊，为了寻找下一个目标来回游荡，正好是看到了独自一人的金某。那当时的金某呢也没有醉酒，而且是完全正常的状态啊，但这已经不是能够影响金允哲是否动手的决定性因素了。那根据犯罪者的作案规律，如果第一次顺利得手，那么继续采用同样的犯罪手法，那么他对于犯罪的自信感就会有所增强。那晚上11点30分左右，他在金某旁停车，表示要送他回家。果然呢，自己的装扮和演技再一次蒙骗到了对方。金允哲表现的谈吐斯文啊，温文尔雅，对方毫无疑心的就上了车。一路上，金允哲就问有没有男朋友啊，学校在哪里啊，兴趣爱好等等。他也故意把车开得很慢，聊了1个半小时，甚至呢让金某对自己是完全放下了警惕。女孩甚至给他看自己的聊天短信。那随着时间的流逝，金允哲知道自己又得手了啊，车辆确实已经到达了义王市，然后往清溪洞的方向行驶，但目的地啊却并不是金某的家。在2006年6月10日凌晨3点20分左右，金允哲把车开到了一片荒地之中。那停车后，他就露出了真面目，图谋不轨啊！于是金某吓到要下车，并开始激烈反抗，但怎么可能啊，抵抗得过一个年轻男人？那在把金某制服后，发现他身上啊没有信用卡，只有少量现金。那金允哲再次实施性暴力之后呢，因为对方看到了自己的样貌，果断采取了灭口。案发后，金允哲把他转移了数百米的距离，把遗体遗弃在了路旁的树丛中，然后就逃跑了。金某失踪3周后的7月3日，发现了遗体，脸被胶带缠住，特别是遗体大腿部分呢，好像是被利器剜过，被严重的破坏了。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认定啊，这个伤口是人为造成的啊，绝对不是什么昆虫啊，或者是其他动物之类撕咬的。也就是说，金允哲的犯罪啊，从第一次犯罪烧毁了遗体，到第二次犯罪亲自动手损毁遗体啊，他的这种行为啊，已经是升级了，成为了更加残忍的怪物。金允哲再次犯罪呢，是此后的20天左右，7月1日晚11点，从军浦市山本洞回家的27岁女性徐某。那这次和之前的2个事件还是存在不同，他是把车停到了徐某的前面等着，同时呢，已经打开了车的后门，之后就站在旁边等着对方走过来。正当徐某经过时，那金允哲直接抓住她的头发，强行给塞进车里啊，已经完全不再采取什么搭讪呢、温和的态度。那虽然遭遇了徐某的强力抵抗，但他全凭暴力进行了压制啊。就这样，徐某被控制在车里，之后也是没能逃出厄运。在被害3天后的7月5日，他的遗体在义王市白云湖附近的野山草丛中被发现，身上到处都是被殴打造成的伤口。通过3起案件呢，金允哲是每隔20天呢作案1次。那犯罪次数越多，犯罪的完成度就越高，而且愈发大胆的痕迹也是展露无遗。而这些作案手段的不断升级，其实能看出一个事情就是金允哲对于作案过程，从搭讪聊天到最后的暴力控制或许是为了达到目的呢，已经是彻底失去了耐心。那除了通过前2次的作案成功呢，让他得到了快感外，也对于下一次作案呢充满了某种渴望他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是会不断的寻找作案目标，而且这种伎俩大多也会不断被拒绝和识破。20天呢，可能就是他内心所能忍耐的极限所以他才开始变得暴躁，失去耐性彻底就不演了。如果再继续下去作案手法可能会还要更直接。
那连环的犯罪者在作案后呢，会给自己留一个安全区，就是很少改变作案的流程或者是固定的一个行为模式。比如金允哲第一次作案后的取款用尹某的信用卡在地铁站提款机取钱，没有被发现。那监控没有正常运行或者是怎样总之他会认定在这里取钱就是安全的，所以金允哲拿着第3个受害者徐某的信用卡，再次来到了这个地铁站。那警察那边呢，因为没有监控错失良机，那不知道犯人是谁，只知道他是从这个提款机上取钱的，而且还能全身而退所以也是根据犯罪心理的研究第一时间要求相关公司呢把这个监控摄像设置在了这个取款机里面。果然就等到了金允哲的出现，他用第3位受害者徐某的信用卡呢取了120万韩元，因为知道这里安全所以取钱的时候连脸都没有进行遮挡，所以警方在监控摄像中看的是清清楚楚那掌握犯人身份的警察在第2天凌晨就紧急逮捕了金允哲。被捕后，警察问是不是你连环杀人呢？金允哲哆嗦颤抖着说，不是我做的，无条件的逃避嘛。但是国立科学院调查研究院的 DNA 分析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认定了金允哲就是3起案件的元凶，他也是终于坦白了所有罪行。这金允哲此前除了违反道路交通法被罚款20万韩元以外是完全没有前科的模范市民。这个事情是让警察感到吃惊的一般以不特定多数作为作案对象实施犯罪的人大多都是职业不稳定或者是无业游民。那金允哲在电脑配件公司当销售员，工作非常稳定，同事们评价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男生，在家里是个大孝子性格开朗，为人友善就这样，白天在职场努力工作的金允哲，竟在晚上下班后用另一张面孔到处寻找作案目标。他自己说，犯罪动机是因为欠了1000万韩元的债务。在前几个月呢，以父亲的名义购买了一辆起亚牌索兰托 SUV， 也就是作案使用的那一辆因为那辆车金允哲的信用卡和车辆分期付款呢，每月要支出160多万他的月薪是150万韩元左右，明显是入不敷出。那之前向朋友们借钱还车贷，但毕竟收入有限，债务只会越来越多，也没有人愿意再借钱给他，实在没有办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实施犯罪。但警方对这个犯罪动机持怀疑态度。在搜查金允哲家后，发现了数十个色情光盘，那些色情影片中包含了很多捆绑强迫女性的桥段。平时很喜欢看这个类型的内容，并将这些运用到了犯罪中。有一个细节他不会亲自动手只会让受害人自己脱掉衣服。他在那种对方因为惊吓过度而被迫服从的状态下，会产生极大的满足感。那有限的资料中表明，金允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在他的印象中呢，母亲只偏爱自己的哥哥，他感到了不公平，也让这种被害意识所束缚。那虽然平时没有表现出对女性的具体憎恶感但是从犯罪残忍这一点来看呢，也是在释放隐藏在内心的一种愤怒。不知道是否和母亲对他的态度有关呢？那连环杀人犯的特点也是包括起初因为某种目的犯罪，然后就逐渐嗜血成性，并且在过程中呢会展露自己的特殊癖好。那金允哲在犯罪过程中呢使用的胶带把脸整个缠住的这个做法，一度让军浦、安阳和义王市的民众陷入了恐慌。那刑警说，如果抓不到这个家伙受害者只会更多。金允哲本人也说过如果我没有被抓到，1个月内还准备再找到2个目标进行作案。他作案呢还有一个癖好，前面也提到过这个金允哲杀害了受害者后呢，除了把钱给女友一部分，还会给女友死者生前使用过的包或者是其他随身物品。所以在物色犯罪对象时，挎着名牌包的女人会先进入他的视线，那女友不需要的也就全都留着自己用了。比如第一次杀害尹某之后呢，从尹某那儿抢走了钱和相机，然后和女朋友约会去韩国民俗村游玩，用尹某的相机给2人拍照，还在事件发生4天后呢，把相机拿到公司跟同事们炫耀自己有相机了，和同事们拍了几十张照片，玩得很开心。那这个就太让人毛骨悚然了明明刚刚残忍地夺走了别人的性命，而且整个目睹了被害人受难的过程还能若无其事地使用死者的物品
当然呢，女朋友对这个事情是完全不知情的。那或许对他来说啊，杀人的举动啊，就像赚钱打工的概念啊，只有不断继续犯罪，才能有这些收获。就这样一个潜伏在深夜的连环杀人凶手啊，白天竟然是一个阳光积极、有礼貌的销售员，过着荒唐的双重生活啊，就是他太普通了啊，普通到不会有人注意到或者是怀疑。这个金允哲呢，也没有任何悔罪意识啊，从来没有向死者表达过悔意。为了脱罪呢，还否认了很多的作案细节。2007年6月，金允哲等到了自己的判决时刻，因为是没有过任何犯罪前科啊，最终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现在也在服刑中。那无期徒刑的话，20年如果一直都以模范囚犯的身份在狱中生活，那就有假释的可能性。一个完全没有犯罪意识和悔过的连环杀手啊，如果能够获得假释，那真就是太可怕了啊，问题也就太大了。因为至今呢，除了警方和狱方，只有死去的被害人才见过他的脸。如果重返社会，谁又能保证他可以完全封印住来自内心那种无法抗拒的冲动呢？那这就是47天杀害3名女性的连环杀手金允哲的故事。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大吉，谢谢你了，拜拜。